我们前面讲了中国建筑的特征，中国建筑的历史分期，中国建筑的基本类型。下面我们讨论一些中国建筑的思想。一般来说呢，大家都认为西方建筑是有理论、是有思想的，而中国建筑呢，好像只是一个建构的过程，是工匠们的一种世代传承的技艺，所以好像似乎没有什么思想。特别是中国知识层、中国儒生不大关心建筑活动，关于这方面的著述也很少。因此呢，人们认为中国建筑是一种自然而然的产物，是工匠自发建构、自我传承的结果。当然，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有道理的。郑向梁思成先生说，中国建筑是没有书本传承的。但是，如果我们稍微了解一下中国古代的文化和历史，就会发现这种看法呢，还不十分准确。仔细地考察一些中国古代的文献，我们可以发现，与西方建筑史一样，中国古代的城市和建筑呢，有自己一套特立独行的思想和理论。如果不了解这些思想和理论呢，我们就没法理解世界这个历史上的中国建筑，也没有办法理解中国的城市建筑的造型特征、建筑的空间组织特征。所以我们在这里呢，用一个很短的时间，对中国古代城市和建筑的思想做一个浮光掠影的一个介绍。我们先看城市，因为城市是一个更大的建造环境。中国古代城市的建造波澜壮阔，从公元前2世纪的秦咸阳、西汉长安，公元6到8世纪的隋唐长安和洛阳，其中还有公元5世纪的北魏洛阳，公元10世纪的北宋汴梁，公元13世纪的元大都，14世纪的明南京，以及15世纪以后的明清北京城。这个几乎都是同一时代世界上规模最为宏大、人口最多的大城市之一。正因如此呢，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了十分丰富的城市规划思想。我们看汉长安城，公元前200年，已经非常宏伟了。这是公元后3世纪初的曹魏邺城，规模也已经很大，而且很规整、很详、很完整的规划。公元5世纪的北魏洛阳城，规模之大、规划之整齐、之完整、之体系化，在当时也是世界上罕见的。再看元大都，13世纪，当时的欧洲还在中世纪，但是元大都已经是极其规模宏大的一个城市了。那么这样复杂的城市建造体系、完整的规划，它难道没有思想吗？我们可以说，中国城市是由方整的宫殿、住宅以及住宅组合而成的里坊。那么这实际上已经形成一种思想。这种思想从哪儿找的呢？从西汉时代的一个学者，他提出了一种营邑立城、治理阁宅的这样一个规划思想。也就是说，城市是方整的城墙，里面可以分割成方整的里坊，里坊里再继续分割成方整的街道，街道里头有比较方整的庭院、住宅。首先，中国人对住宅就是一个比较理想化的一个思考。比如说，孟子就说过：“5亩之宅，树墙下以桑”，是吧？5亩的宅子，里面还种有树木花草，这是一个理想的住宅。所以中国人实际上有方宅的概念。那么中国的城市实际上就在这样一个基本单元下不同的向外扩张。宫殿也是一样，宫殿不过就是扩大了的住宅，只是皇家的住宅，它的规模更大而已。所以我们看历代的城市，它居于中心的是皇家的宫殿，是大住宅，外面包有皇城，是更大的一个方块，然后在外面再包有城市，又是一个大方块，是层层的这样一个分隔的状态。这里我们看到一张东汉时期的汉画像砖，我们可以看出这时期这个住宅大致也是这样一个院落式的，可以组成方亭的这样一个感觉。那么这里我给出一个唐代住宅的一个式样。唐代是按照人口分划住宅用地的，3口有1亩之地，5口有2亩之地，如此逐渐的扩展。
那么住宅的规模跟人口的多少，普通人是相关的。这样大大小小的住宅形成了一个里坊的一个基本单元，在外面再围一里坊，在里坊之外再围一城市，这就是所谓营邑立城、治理阁宅的思想。我们还可以从以里图上看到士大夫的住宅也是大概这样的格局，有门数，有方形的院落，有方形的长方形的居住建筑。敦煌壁画上呢，可以看出很多住宅的式样，尽管它也有些曲折，但是大致的形式是方块的、方形的。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个早期发掘出来的一些住宅模型，是吧？它也是方形的，有廊、有院墙、有主屋、有屋房。同时，文献中也有很多这样的记载，比如我们很著名的东晋的学者陶渊明，他自己对自己的住宅是这样描述的：他说，方宅10余亩，草屋8、9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显然，方宅有树有房。唐代洛阳城里的有诗人白居易的住宅，他是这样描述的：所谓10亩之宅，5亩之园，有水1池，有竹1000竿。这也是个方形的住宅，只是里面有山水，有自然植物啊。现在有些人描绘了它的可能的形象。我们可以知道，古代的住宅大致是围成一些方形的院落，里面可以有自然的树木、山水。这说明中国城市是由方整的住宅组合成里坊，里坊之间有一些宽窄不一的街道和巷道。那么方形住宅构成了城市的基本细胞，而这些细胞又扩展成为一个城市的基本单元，就是里坊。若干个里坊的组合就形成了城市。我们从这张碑刻图，一张有关唐代长安城的里坊的碑刻图，那么它当然看出一些残片了，就是这样的一块一块的方块组合成一个城市的局部。即使到了现在，我们可以看出古代建筑这样一个痕迹，像闽南的古大错，它都是一个一个的方块的住宅的这样一系列庭院组合成一个大的建筑群，是吧？这其实是古代建筑的一个城市的一个雏形，一个局部的一个缩影。北方民居也有这样的特点，完整的住宅。那么这样一种思想是什么时候产生的呢？这样一种靠里坊分割城市、分割里坊、分割住宅，实际上至少在公元前100多年前的西汉时代就已经很成熟了。我们知道，这个西汉时候的儒生叫晁错，他曾经有一段话，我们来看他是怎么说的。他说：“臣闻古之须远方以识广虚也，象其阴阳之和，尝其水泉之味，审其土地之宜，观其草木之饶，然后营邑立城，治理阁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为柱石，家有1堂2内，门户之闭，治气无烟，民治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轻去故乡而劝之心意也。”整个描述一个城市建造的过程，房屋住宅可以有1堂2内，有院子，同时呢，城市是治理阁宅，阁宅用得非常好，把住宅分割成一些小的地块。这是文景之治两位。晁错生活的时代是在文景时代，汉景帝时代，这是晁错的一个画像。那么按照他的思想，就是说要建立一座新的城邑，就是要先象地，观察土地的阴阳是否和合，草木是否丰饶，是不是适合于居住，然后把城墙建立起来，在城墙以内呢，把土地分割成若干个里坊，再在里坊之内呢，分割出若干个住宅，大大小小不同等级的，然后呢，修造通往田间的道路，让各家各户呢边界标志都很清晰。只有这样，人们有了居住的地方，人们才会安居乐业，才不会轻易离开这座城市。这是古代的象地图，太保象宅图，考虑怎么选址。这是一个叫
这个夏王之日图，考虑怎么去确定一个建筑的基址的位置和水平。所以分成了这么几个阶段：营邑、居住区的建造、历城、城墙和城门楼的铸造、治理、分化里坊，建立坊墙、隔宅。在里坊内可以切割住宅的用地，形成一家一户的住宅的范围，大家开始营造。其实古代就是这么去规划一座城市的。这里我给出一座城市的轮廓线，我们可以看出它的形式。那么这样一个城市规划理念形成以后，是不是就是一个模子就这样延续下来了呢？其实不是的，因为中国古代城市也是有两种相反相成的思想，一种我叫规整方正，另外一种呢叫因地制宜，委夷曲折。这个我们也可以从文献中找到一些依据，实力上更多了。第一种思想主要见之于《周礼考工记》，《周礼东关考工记》，他是这样说的：匠人营国，方9里，旁3门，国中9经9纬，经图9轨，左祖右社，面曹后室，室曹1夫。这里的1夫是一个单位，1夫是100亩。我们从这张图可以看出来，一个9里的方城，里面分成了若干个里坊。整个城市的中心是宫殿，宫殿的前面有100亩的地是用来曹晋皇帝的空间，宫殿的后面有100亩地是用来进行市场交易的。宫殿的左边是太庙，宫殿的右边是社稷坛。古人的一种理想的城市格局。这种理想呢，在历史上有很多人表达过，比如《三才图》上，比如明代人写的《周礼考工记》王城的这样一个表图上都有。那么大家对这个都是持一种延续的认可的态度。历史上按照这种城市模式来建造的例子也很多。我们看这个曹魏邺城，其实就是很规整的里坊，虽然宫殿不是在中心，但是它的思想是一致的。那么这种方城的格局一直到明清还很多。这是山东的聊城，尽管是在水环绕，但是它非常方正，十字街，这样的城市很多，是吧？临清古城也是这样的，很多这样的城市。我们在河北去看禹县的一些目前还保存比较好的城市，我们都看得出来它的里巷、它的住宅的关系，它是分成一个一块，其实进了每一个门都是一个方方的院子。这是一种思想，方正。那么中国人在思维上往往是取相反相成的态度。另外一种城市思想，其实在战国时代也就孕育了。这个思想主要见于管子。那么管子在他的《乘马》第5篇里头说到，他这样说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物尽旱而水用足，下物尽水而沟防省。因天才，就地利，故城国不必重规矩，道路不必重准绳。还说得非常白，干嘛非要规规矩矩，干嘛非要一条线直线呢？是吧？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规划思想。我们从城市也可以看出来，比如这里有一张图，是一位学者的研究。那么明代淮安城、阜城县城有方的，也有非常自然的，就是一个府都是有各种不同的形式。我们看南方的水乡那些城市，多数都是自然曲折、多样多变，因为南方这个水系发达。这个历史上也有这样的实例，比如说这个《世说新语》提到了南唐建刚城建设的一个例子，那么就是谈到了这个问题。他这样说：宣武仪镇南州，至街区平直，人谓王东庭曰：丞相出营健康，无所因城，而置之于曲，方此为列。东庭曰：此丞相乃所以为巧，江左地处，不如中国。若使阡陌调畅，则一览而尽，故迂迂为曲，
弱不可测。北方中原地区土地很宽敞、很平坦，可以制作的比较，城市可以方正，街道可以平直。但是江南地区水系复杂，地形很狭小，江左地促。那么如果再这么通畅，一眼望到边，他说这不好，应该是鱼与为取，弱不可测，一眼望不到。当然，这反映了完全不同的一种规划理念。我们确实从南方城市感觉出，他们确实是因地制宜、自由多变的这样一个城市形态。这个例子太多了。那么，这是泉州的城市平面图，它也是非常自如的，因为它根据地形，它的城池轮廓完全是一个自由的形态。我们可以看到阆中现在保存比较完整的一座古城，它的城市轮廓，它中间也有几条线是直的，但是整个城市轮廓非常自然。还有民国初年我们看到的杭州城，应该是古临安城延续下来的，也是一个形式比较复杂的、自如的一个城市。